欢迎收看 Agent 创世纪。今天为你解读南加州大学的一项惊人发现。研究团队在自然通讯上揭秘，我们的胃部正通过迷走神经实时刻录空间记忆。正如人体剪影所示，从明黄色胃部延伸至大脑的路径，就是记忆生成的关键数据线。这意味着进食不仅是获取能量，更是在海马体中锁定地理坐标。实验证实，消化信号会直接激活大脑的写入逻辑。这一成果彻底改写了我们对进食与认知关系的理解。这种记忆刻录的背后是一套高度精确的转化逻辑。当食物被摄入并分解时，胃部正在向大脑发送高带宽的定位数据流，图中蓝色的信号箭头直指海马体，将卡路里信号转化成了增强记忆的化学催化剂。这套进化机制的核心在于通过营养输入实时激活神经编码，从而锁定地理坐标。这确保了物种能精准记住高价值食物的方位，而不仅仅是单纯的获取能量。这一刻录过程依赖于3套高度专业化的硬件协同。首先是肠胃探测器，它能精准感知卡路里与宏量营养素的摄入状态。接着迷走神经充当生物数据线，负责将复杂的内脏代谢信号高速传输至中枢系统。最后信号抵达被称为记忆硬盘的背侧海马体，在此完成空间导航与情景记忆的最终编码。这套3位一体的硬件链路正是实现精准回溯食物位置的物理基础。当食物进入小肠，系统会发出第一道警报信号，肠道细胞释放出名为胆囊收缩素 CCK 的激素颗粒，这些黄色物质直接与迷走神经末梢受体结合。这一步完成了极其关键的信号转化，它将能量已到达的物理状态瞬间变成了可以高速传输的神经电信号，作为大脑系统的唤醒指令。这标志着整个回路从单纯消化向记忆编码的正式衔接。电信号通过迷走神经后，首先抵达内侧中隔核。作为核心中继站，它将底层代谢数据精准转发给高级认知区域。信号一旦进入背侧海马体，就会触发催化剂乙酰胆碱的大量释放。粉色散点代表这种分子浓度的激增，它直接提升了突触的可塑性，从而诱导记忆形成。这一化学脉冲是锁定地理坐标的关键，它确立了食物与位置之间的生化联系。为了验证这一机制，科学家进行了一项对比实验，他们仅向小鼠腹腔注射 CCK 激素来模拟进食信号，而完全不提供真实食物。显微图像显示，在没有任何咀嚼行为的情况下，海马体 DGSG 区域出现了密集的粉色亮点，这意味着 CFOS 神经元被强力激活。这证明肠道激素本身就足以欺骗大脑，使其绕过物理进食过程，直接开启记忆准备状态。为了实时观测脑内逻辑，研究团队引入了尖端的光纤记录技术。他们在海马体中植入了名为 IACH SNF2 的荧光传感器。这种基于基因编码的传感器就像微型间谍，一旦探测到乙酰胆碱分子的释放，就会发出显著的绿色荧光。通过光纤记录仪，科学家得以第一次实时捕捉到记忆分子的波动。这一手段打破了传统静态观察的局限，让进食过程中的神经活动变得清晰可见。传感器捕捉到的数据极度震撼，折线图清晰显示，从咬下第一口食物的瞬间，海马体内的乙酰胆碱浓度便垂直飙升至80以上。这种释放表现出与进食行为的高度同步，而不是缓慢上升。只要进食结束，信号就会迅速回落至基准线。这种无缝衔接的开关机制证明，大脑的记忆写入窗口是极其精准的，它只在真实的摄入过程中开启，确保空间编码与营养摄入时刻严格绑定。触发这一记忆信号的关键究竟是口感还是能量？核心对比实验给出了明确答案。当摄入真实的糖分或脂肪时，海马体会爆发出满格的信号。然而，面对甜度完全相同的代糖，信号槽却呈现出一条死寂的直线。这说明，虽然代糖能轻易欺骗我们的味蕾，却无法逾越迷走神经的能量监测。记忆系统表现得极为严苛，它只为具备真实营养价值的进食行为记录坐标。在识别真实营养时，大脑展现出了一种高度的兼容性。实验发现，11%的纯正蔗糖溶液与4.5%的玉米油对海马体乙酰胆碱释放的激活效果几乎完全一致。这意味着底层记忆回路并不挑食，它赋予了碳水与脂肪同等的写入权限。只要肠道探测到能够支撑生存的宏量营养素，
无论其来源如何，迷走神经都会立刻开启坐标记录。这一策略确保了物种能够广谱的识别并记住各种高能食物源。为了验证这种空间编码的实战效果，研究团队设计了一个复杂的圆盘迷宫。小鼠需要在18个可能的洞口中寻找唯一的隐藏食物。实验的关键在于，小鼠进食后食物会被撤走，它必须仅凭记忆重新定位之前的坐标。虚线路径记录了它在洞口间的徘徊过程。这种测试模拟了自然界的生存法则，只有精确记住高热量食物的地理位置，物种才能在匮乏环境中获得持续的竞争优势。在核对记忆的过程中，大脑会发出特殊的奖励脉冲。数据仪表盘显示，当小鼠探查正确洞口时，海马体乙酰胆碱的峰值显著飙升 ，Z 分数达到了正的 2.8。相比之下，在错误洞口徘徊时的信号仅为 0.6。这证明迷走神经不仅记录摄入，还在小鼠核对空间坐标时提供实时反馈。这种灵活的更新机制确保了记忆能根据行为结果进行强化，从而在未来的寻觅中更加精准。虽然这套长脑记忆回路极其精妙，但它并非牢不可破。科学家提出了一个关键假设：如果这条生物数据线断裂，我们的记忆系统将面临巨大威胁。为了验证这一点，研究者引入了物理与化学两种破坏方式。第一种是直接切断迷走神经的手术干预，第二种则是利用现代常见的垃圾食品进行生化干扰。这两个挑战旨在测试当信号通路失效时，大脑是否还能维持对生存坐标的精准掌控。物理层面的阻断实验采用了膈下迷走神经切断术，简称 SDV。这种手术相当于直接切断了连接肠胃与大脑记忆硬盘的物理线缆。插图清晰展示了这一破坏过程，代表高速宽带的蓝色线条被剪断。其直接后果是，即使研究者向肠道注入 CCK 警报激素，大脑也无法再接收到能量到达的信号。信号由于物理路径消失，始终处于不在服务区的状态，导致记忆回路彻底瘫痪。物理连接的中断不仅意味着信号丢失，还引发了海马体硬件的实质性萎缩。柱状图清晰对比了正常组与神经切断组。在 SDV 组中，关键蛋白质 VACHT 的表达水平显著下降。这种被称为囊泡乙酰胆碱转运体的蛋白负责装载记忆催化剂。大脑因为长期收不到迷走神经的反馈，主动削弱了自身的装载能力。这证明肠脑信号的缺失会反向诱导记忆中心的结构性退化。相比物理手术，生化干扰同样极具破坏力。科学家模拟了被称为西方饮食的高脂高糖方案，让发育期小指摄入大量的薯片、巧克力和糖浆。实验的时间轴跨度很大，从幼年期持续到成年。值得注意的是，研究团队设定了一个极其严苛的条件，在正式测试前让小鼠恢复健康饮食整整30天。这一设计的核心目的是验证发育期的错误进食是否会造成跨阶段的不可逆损伤。最终的诊断报告令人震惊，早期垃圾食品在脑内留下了不可逆的伤痕。即使成年后恢复了健康，饮食曾摄入西方饮食的小鼠，其迷走神经依然极度迟钝。更关键的是，它们进食时的乙酰胆碱释放始终无法维持在高水平，信号曲线近乎平直。在空间记忆测试中，这种损伤直接导致了寻址任务的频繁出错。这证明发育期的不良习惯会永久性削弱大脑的记忆性能，这种损害无法通过后天的短期补救来消除。这种损伤的核心后果是饱腹感与记忆的致命剥离。长期摄入垃圾食品会使迷走神经末梢产生耐受，导致大量的 CCK 警报分子被阻隔在外。当迷走神经处于静音状态，大脑不仅记不住食物坐标，连吃饱了的物理信号也无法接收。图表中的紫色上升箭头显示，这直接导致了单次进食量的显著增加。这种警报失灵引发了典型的恶性循环，使得个体通过过度进食来代偿已经受损的神经反馈。我们之所以拥有这种复杂的回路，是源于进化过程中的生存压力。在远古的食物匮乏时代，能够偶然发现高糖高脂的植物是关乎生死的重大事件。正如插图中沿着光束寻觅的小鼠肠脑回路，赋予了这种高价值进食体验最高级别的写入权限。海马体深度刻录空间坐标，本质上是为了指导未来的高效觅食。这种将消化系统与空间导航绑定的逻辑，是生命寻找能量最大值的核心生存策略。
这项研究不仅揭示了进食逻辑，还带来了沉重的临床警示。海马体乙酰胆碱信号的严重退化，正是阿尔茨海默症的核心病理特征。插图对比了大脑的健康与退化状态。研究揭示，不良饮食会物理性的破坏海马体的乙酰胆碱供给线，这为理解肥胖与痴呆症之间的联系提供了全新的硬核的神经生物学假说。它提醒我们，长期的饮食结构可能在物理层面决定了大脑未来的认知健康水平。最后，我们来复盘这张完整的肠脑记忆全景图，整个信号链条严丝合缝。首先是肠胃检测营养并释放 CCK 激素，接着迷走神经捕获信号并将其传入脑干。第三步，由内侧中隔核这一中继站对信号进行转化与放大。最后，海马体释放乙酰胆碱催化剂，锁定当前的空间记忆坐标。这条从消化道直达认知核心的路径，不仅是生存的保障，更是身体内部跨器官沟通的一场精妙美学。这项研究深刻地启示我们，肠胃本质上就是大脑最敏锐的导航仪。记忆并非仅存在于颅骨内，它通过迷走神经深深地扎根于你的消化道。实验证据有力地说明，高糖高脂的不良饮食会阻断这一精密回路，甚至导致永久性的神经退行性病变。因此，善待肠胃并选择真实天然的营养显得尤为重要。因为你吃下的每一口食物，其实都在重新定义大脑的认知边界，塑造着你未来的空间记忆。感谢收看 Agent 创世纪，让我们下期再见。